越来越理解价值观对人的影响，还有就是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以后，我跟我老婆的沟通，我就慢慢只变得我想要先了解她，而不想要改变她。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跟她的沟通跟对话，我都会想要知道的是她是怎么想，她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她为什么会打算要这样做，即便那个做法我不喜欢。理解她以后，我也都先告诉我自己，先不要想办法去跟她沟通协调，因为我觉得我先接受现在的她比较重要。我如果情绪够平和，我才展开沟通。可是如果我发现我自己也不对劲，那当下我跟她都会选择不要聊，不要让两个人去累积不好的沟通经验。但是到最后是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已经变成是说我们只要可以去支撑对方心里真正想要追求的那一个人生境界也好，或者他有一个想要追求的自我认同也好，我觉得只要支持这一点就够了，其他真的是小事情。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今天来喝突突酒推出的福尔摩斯白兰姆酒，那我们就人生啊！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那这单元最主要是聊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嗨，我是 Jaco。这几年呢，直男跟暖男这个话题在网络上蛮多人在讨论的，但我其实是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直男行径，什么是暖男行径。通常直男好像有点被扭曲成耳男的一种行径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了一个从直男变暖男的一个来宾来分享一下他发生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可以有这个自信，可以从一个大直男变大暖男。那我们的来宾 Jaco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怎么会认为你是个直男，或者你有什么意识到你是直男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一个天生直男的话，他是不会意识到自己是直男这件事，他只会觉得我就是很做自己而已。你像我一直以来都是善恶很分明的，等于是说我不会去因为对方是谁，可能身份地位比我高，所以我看到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仍然是会表露出我的不满的。应该来讲，他就是很理性的在思考事情。对对对，有点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以前是跳舞的，可能有一些前辈的特定行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跳舞圈的他本来学长学弟制本来就潜规则，对对对是有的，但是我可能知道那个前辈做了什么以后，我在那个公共场合看到他，我是连屌都不会屌他一眼的那一种，就是我以前就有这种个性啊，北棒吗？是这样讲，喜恶分明啊，对对对对，就是那条线画得很清楚。对对啊，那学长不会觉得说奇怪，你干嘛这样对我吗？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的人缘算是蛮极端的，就是喜欢我的就是少数那几个，但是不喜欢我的前辈就会很多，就会觉得我是很没礼貌的那种人。聊到这边，其实我想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直男的行径啊？其实我真的分不出来。你像我老婆是后来跟我讲，她说刚跟我结婚的时候，真的我有很多话都是直男的行为，比方说她在跟我讨论一些她遇到的问题，我通常都会直接跟她指出她做错的地方是什么。你不就是应该要这样做就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在问这种事？这样，对，那时候我老婆就会很不爽。不管我讲的再有道理，我觉得理性跟感性的人在对话，永远会遇到一种困境，就是理性的会在跟他讲道理，然后感性的人会回一句：“可是我不喜欢你刚刚的语气。”感受，他有感受，就是不管我们再怎么站在道理上，最后就会输了语气，这样。就是你在跟他讲道理，然后他跟你讲说：“可是你这个让我讲听起来很不舒服。”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会说，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啊，我们就事论事嘛，对不对？能不能直接把事情解决，这样就好了？就我已经给你方法了，对对对，我很认真的给你建议，这建议对你绝对有用。那你现在跟我在讨论什么感不感受的问题？对，没错。那如果他这样讲了以后，我就说办这样，以后如果你只是要听我的安慰，你直接跟我讲你要安慰就好了。他这样讲话更难听。这好直接的感受。结果你这句话，他下一秒大爆炸，对，一定爆炸。麻烦你们安慰我，还先跟你说麻烦你安慰我。对，这是什么他妈大老爷的心态这样子？那这样我能不能理解？就是比如说，因为女生都会问你一个，就是什么你妈跟我掉到水里面，到底你会先救谁？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你
该怎么回答？我会跟他讲说，哦，第一个不用担心，我不会游泳，我真的不会游泳，我说我真的不会游泳。我自己在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怎么回答都不对啊。应该直男的话就会回答，当然先救我妈，你讲他废话。有点像你在逼我当不孝子嘛，对那种感觉。不过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可能他要我回答这种价值观排列的问题，我是不会回答的。真的吗？哦，他连回答都不回答，他就说你在回答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不回答假设性的东西。对，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没有必要用这一个问题来衡量你在我心里到底有多重要。我以前女朋友问我，我通常都会跟她讲，延死算了，我可以重新再找一个。他就会说你哥再找一个看看。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直男的行径呢？其实我这样回想起来，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很多重心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其实我回到家，我还是在忙工作的事情，所以有可能我老婆要跟我讲话，眼睛是看着手机，然后再回答她的问题。一段时间久了以后，她就开始会觉得你能不能看我一眼？但是那时候我竟然是回她说，其实如果我真的忙着要打拼生意的时候，我回到家没时间陪你，真的也是没办法的事。可是现在是我们尽量是先让经济变好，我们之后有的是时间相处嘛。可是我当时不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蛮伤人的，这是现在比较有这种感觉，因为当时这样等于是说，在我的心里好像是我只要赚得到一定程度的钱，然后满足你们的生活需求，其实你们就不要去管我对你们的态度怎么样。这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当时这样的行为确实是蛮值的。但我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把理解成另外一个状况，你是没有 PUA。如果说你 PUA 的话，其实搞不好结果会不一样。所谓 PUA 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一样的行径，但他会想办法让对方认同这个行为，然后让他觉得说我今天过来打扰你是一个不对的行为，他会下次来找你时会先跟你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你可以耽误我一下时间吗？你说不行，没空，他会跟你对不起的那种状况。真的，我身边很多那一种就要去找他老公跟他问个事情，大概就这种状况。其实我认真说，我对直男啊、这个名字一直存有一个我不是很了解他。如果我刚刚这样听起来，应该直男只不过是理性的在处理事情而已，他比较不顾别人的感受度的问题。我这样做应该是对的，所以你就会一直往这一条路去。那当别人是在跟你谈感受度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又会觉得 why 为什么我在做对的事情啊？你为什么一直想来把我往另外一条路拉过去？对。会觉得谈感受本身的意义真的不大，尤其在要处理事情的时候。可是你以前交女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吗？我一直以来个性都这样，所以其实不是好相处的人。我自己觉得，大部分都觉得我脾气不好，这就是引起我好奇的点。那他明明知道你个性不好、脾气不好，他为什么还会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是相处之后，我在跟比较熟的人，我就比较容易是自在做自己。我是牡羊座嘛，所以我的脾气又相对是比较急躁一点，比较暴躁一点。相处久了、熟了，可能我在有一些回话的时候，就会变得容易不耐烦，或者是有时候情绪是会比较容易真的是暴冲的。网络上有一个直男行径，就是说结婚到底可不可以跟公婆住这件事情。那直男的论点就是说，为什么结婚不能跟公婆住啊？这样省比较多钱呢？那两位你们的想法跟看法是什么呢？都不要住啦，我们可以结婚，可是可以不要住一起啦。那接口人，你觉得你以前会怎么回答呢？我刚想到的答案是，如果他会跟我讨论这件事的话，好像就不太适合结婚了。这真的是直男的行为啊！接口嘞，小时候我相信直男的个性应该跟从小生长的背景多多少少应该也有关系。爸爸也是个直男嘛，我爸应该算是蛮大男人主义的哦，可以理解成其实大男人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直男行为。是啊，就我行我素，其实算啊，就我不 care 你的想法嘛。对啊，对，比较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事情。我们家是我妈妈应该在我幼稚园的时候跟我爸离婚。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跟我哥睡在房间里面，大概晚上9点多，那时候应该是我5岁还是4岁的时候吧。突然门打开，我妈拿一个行李箱进来，然后就说妈妈要走了。然后那一天我妈就走了，那一天他们就离婚。可是我们其实是不知道，就只能哭嘛，对不对？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我爸带着我们长大，然后后来我爸又有再娶我弟的妈妈，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大致上就是要么就是家里没人，要么就是
家里又多了后母，后来我爸又跟后母又分开，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去适应不同的人，然后甚至我们要一直搬家。你要想哦，我从幼稚园一直到国中快高中的时候，我应该搬了快10几次家有了吧，很难跟谁是真的交很长期的朋友，所以那时候又因为是这样，自己心理自卑的这种状态也会有，所以就变成是跟人互动就比较会有防备心吧，也不想要被看扁，所以可能讲话就会变得比较冲。这也是我觉得是长大以后再去回推小时候的事，会比较可以去理解说啊，可能是当时真的是自卑心作祟，都会比较偏激一点点。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时候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会讲出一种如果都要这样的话，那都不用了。我发现我有一段时间很长，不管是对我妈妈，对我太太也好，或者有一些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可能我觉得伤到我了，我可能就反向会用这一个行为来回应他。他如果做了一件事我觉得是不重视我的，那我可能就会说啊，如果你要这样啊，不然都不用了。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样的行为只是我不想要让他再有机会伤我，同时在展现另外一个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其实我是占比较是主导权。是不是有一些直男的想法比较多，都是因为我太想要保护自己，所以慢慢的我不太会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King， 你小时候有这种烦恼过吗？应该来讲，小时候比较没有这种烦恼。我小时候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就是大家讲什么我都好。可是他刚刚讲的这样子，是一直以来我们长大之后，从出社会到现在，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论点：今天跟一个人相处，你发现这个人总是，比如说讲话很利啊，还是很刺啊，或者是凌驾在你之上的那种感觉，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人到处都是人，就是他好像表现出来就是我就是比你行，你就是得听我的。观察下来，通常会发现其实他内心比谁都还脆弱，就是我们俗称玻璃心。所以一旦你有一些东西不是在他的轨道上，他很容易就暴跳如雷，情绪化会非常严重。那我自己小时候其实长大到现在，我就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人，所以我为人处事通常就比较低调一点，比较随和一点。你讲哦，好啊，好啊。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说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就是你不太在意别人讲什么。其实我觉得自信是来自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每次嘴巴上都讲说他不在意别人说他什么，或者是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可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在意这件事情，或者是别人觉得他怎么样，他就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别人才不会看不起我。通常这种的行为，通常也都是来自于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所谓的自信是来自于你就是对这些事情有把握做，你知道你这样做你可以做得很好。当你今天你讹于我什么，或者是你今天在讲些什么东西，通常这样子的东西反倒是对有自信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反而不太在意的，他已经看到结果在那边了，所以他就不太会在意在这一个起点到结果这段路上大家的对他的评语或者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如果站在你刚刚讲的成长背景，其实能想象得出来的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在旁边的人，你都不是太久的人，就是我今天即便对你好，或者今天我即便跟你深交，我可能明天后天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所以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可能更 care 的是我自己，你不可能离开你自己的，所以你要先顾好你自己。我觉得你刚刚分析的很正确。首先我是一个直男的，所以其实你刚刚的行径，原则上我应该全部都中了。我老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尤其是最严重的一次，是她甚至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一些状况，那她就是需要有一个人给她拥抱，给她一些温暖的时候，我就要跟她列数说啊，你这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你就离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啪啦啪啦讲一堆，但她心里就是非常的不需要你给她建议。那她后来就只有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说，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别人在找你聊天的时候，他不是要你的建议，他只是想要你听他讲这句话而已。我接下来就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可是我就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还记得以前交过一个女朋友啊，会亲嘴嘛。那一个晚上亲完嘴之后呢，然后她隔天跟我讲说，你嘴巴很软。我就回答她一句，有人嘴巴是硬的吗？这算是一种直男的吗？直男，你怎么会变直男了？我想干肉不都是软的吗？有人嘴巴是硬的吗？所以这也算是一种直男的表现了。我觉得应该是直男的行径。我以为那只是比较不罗曼蒂克而已啊。别人都说直男都交不到女朋友，你看网络上一堆嘛。但我其实有时候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他是不是耳男的行径，还是他直男的行径。直男跟耳男的分别，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对，我是说真的啊，但是我只知道
道说，如果以今天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我的直男行为好像真的就会比较夸张。因为刚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就有一次跟我老婆在吵架，我们的对话我都是一直会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一种，就你只要没有回答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就会一直问。那时候我问到10-20分钟有了，他都是一直不回答，然后到后来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我看到他掉眼泪了，我连缓和的这个力道都没有。我是看着他掉眼泪，我就说能不能等你哭完，然后你回答我这个问题。那他算好了，他很冷静哎，真的会看着他的眼泪，可是我是无动于衷的那一种。但是现在就不会了，现在不会。第一次遇到比我更直的人呢。先撇除他直不直男这件事情，应该我觉得人通常会有一种个性是，对于越亲近的人，其实你反倒越没有包容力。你会觉得你应该是最了解我的啊。比如说以前女朋友会讲啊，你好像对外面的人都比对我好。那我们可能通常都会讲说啊，因为我们要做生意，因为我们必须要建立人脉，我必须戴上面具，还是你希望我都戴着面具跟你讲话嘛？那他没办法接受这种回答的，然后他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就是我都看到你都跟别人讲话都笑笑的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回家之后你都不理我？还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其实真的有过这一段呢。我一直以来对另外一半这一块，我觉得还算蛮有耐心的。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脾气不好，但其实我跟我老婆在一起，跟她发脾气的次数应该不超过1只手指头。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啊。我自己意识到说，发脾气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发脾气干嘛？我发脾气只是好像有一个借口让对方觉得我情绪用事。我在情绪上的起伏会比较像是我的武器。我通常会发脾气的时候是什么？商务上的场所，有时候必须要让对方知道说，这件事情有点太超过了。有一种事情是我无法控制的，是对家人，不是说我不把我老婆当家人，这样讲有点怪。比如说像我妈妈前几天她跟我讲了一个状况，那个状况一听就觉得那逻辑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就立刻跟她说你跟我讲这干嘛？对，她就会讲话再更不耐烦一点，然后导致这个东西。那当然当下讲完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懊悔的，我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你们会吗？你们对家人会比较再更？这也是反省之后的一个思考了。就是好像我们对关系一旦产生绝对的安全感以后，我们在回话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肆无忌惮一点。可能因为我妈算是比较溺爱小孩子，就像我讲的嘛，小时候是她先离开，但是现在长大，我结了婚，我是回去跟我妈住，等于是我妈妈只有一个人嘛，所以我就跟我老婆商量说，要不然我们就回家陪我妈妈住，这样至少她有个人照应。但是因为我妈妈的个性就是属于比较控制型人格，对很多事情都是很有掌控性的。我有去学过 DISC 行为模式，那简单来讲，我们家全部的人都是控制型人格，就是我妈妈、我哥、我弟、我爸全部都控制型人格，所以我们是几乎是不能住在一起的，各自都会有各自的习惯嘛。我有一段时间就发现，我跟我妈妈的互动，我回话会有点像你刚刚这样，会有点没耐心。我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明明我是很爱她的，可是为什么我在回她话的时候，我反而有时候会没耐心？后来我发现是可能我在每次想要回应她的关心的时候，并没有好好去思考到我到底想要跟我妈妈有一个怎样的谈话氛围。比方说好了，我前年有得肺结核，检查出来知道肺结核的原因是在我晕倒之后，可是在那以前我是体重是从67公斤我暴瘦到好像剩52，在半年内，但是我那半年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那我妈妈给我的关心是我在吃饭的时候，她说你是得癌哦，被挑牙你对，就我妈妈关心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对对对，你得癌症要死掉了，是不是？对对对，我吃到一半。谢谢两位啊。那我妈妈的关心是这个路径的。那以前我回话的话，我就会觉得你很像是在诅咒我的感觉。但是后来可以去辨识别人话里的好意，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妈在关心我，我就跟她开玩笑，我就说我胖的时候，你嫌我说现在太胖了要瘦啊，我现在瘦下来，你又说我得癌症，你到底可以接受几公斤？你告诉我。变幽默了，你给我一个数字好不好？我觉得你现在变得幽默来看待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控制型人格。其实我觉得这是占最大部分的。就是如果你要把我安心的交给你，比如说我之前去上过有一个心灵课程，也是，就是你要站在一个木栏杆上，然后你要往后倒，因为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会帮你撑着。有些人就是躺不下去，他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信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在想说后面万一漏接了，他会脑震荡。
再加上我们毕竟有点年纪了嘛，出社会这么久，其实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尤其是现在这样子的社会，更没有所谓的安全感，更不要谈论到所谓信任这件事情。当大家没有信任的时候，就是你想掌控我，我也想掌控你。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控制型人格？我快速说明好了，就是 DISC 的话，D 型人格一般来讲，他就是做事节奏比较快。通常这一个人他会是讲话可能会带一点脏字，骂一点脏话才痛快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相对没耐性，可是他的没耐性呢，是指他没什么心情去听人家讲话，没有逻辑，他会很容易去问人家，就是你讲话的重点、逻辑，你到底要跟我讨论什么，直接把结论丢给我。所以控制型人格他对于很多事情都会有他的主张，他会要求事情一定要照什么方式下去做。所以控制型人格他遇到责任的时候，他不会怕，他也不怕带头。另外一种控制型人格的斜对角，比较算是专业类型的无尾熊类型，这类型的他就不喜欢当头，他刚好跟控制型人格是相反，讲话比较慢，没什么侵略性，表情很和善。那简单来说，我跟我老婆就刚好是这两边。我那时候学完 DISC 之后，我才知道说我跟我老婆很多观念的不一样，都来自于控制型人格加分析型人格居多。所以我是偏理性，然后偏主动，可是我老婆是偏感性又偏被动。所以我们很多的讨论都会是在我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就是控制型人格比较重嘛，所以我就会认为事情应该是要这样做才是对的。可是对我老婆而言，她就会认为她就是凭感觉，她就不想要有章法，她就会觉得只要事情做这样就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控制型人格它其实有一点难去克服的事情，就是希望别人成为什么样子。那我某种程度也可以理解成控制型人格的人偏于直男行径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多的，有可能，因为他就希望别人按照他的方式走嘛，所以他也不会说跟你耐着性子跟你聊说，你的感受问题、你的想法问题。反正就是你要按照我的逻辑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个性带给你有什么样的困扰吗？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我很容易去得罪到别人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怕跟别人切断关系的感觉，也很像说，如果真的相处起来，他有某一件事情真的踩到我的地雷，当然我不一定直接会跟他吵，但是我可能心里就会下一个决定，这个就不用联络了。就是对我来讲，所以我可能能够跟我当好朋友的人是很少的，可是我的好朋友就至少都是10-20年的交情，这样对我来讲的困扰就会是我的朋友的数量没有到很多，但是如果说是工作上认识的人脉，都还可以相处的还不错，没有任何商业利益考量的关系，我才会认为是朋友。但是如果商务上可能认识到的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纯，所以我说真正的朋友其实对我来讲数量没有很多。那有什么好处吗？这样子的人格，生活就会变很简单。对，有一段时间是很简单，就是自己会去筛选自己的社交圈也好，自己的生活比重要放在哪里。我有时候也会跟我自己的好兄弟讲，我会说，我跟你们虽然真的都很要好，但是我自己的人生比重里面，我没有把太多时间放在跟朋友相处身上。可能好兄弟一年碰面就是2-3次，其他时间就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不会因为这样子让你觉得你在工作上做事的效率比较高吗？如果说做事效率比较高的话，可能会是在学了沟通以后才真的变得比较高。原本的沟通路径会是比较偏理性的，用词也好，表情也好，不一定可以去兼顾到别人在听的时候的感受。所以以前可能在跟别人沟通一些工作上的事，会不小心可能贴了一些负面标签也好，或者讲了一些指正的话再来给建议，或者直接给建议。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不一定是适用在每一个合作的同事或合伙人身上，因为每个人的调性不一样。所以你说如果直男性格对工作有没有帮助，我自己觉得是修炼之后才比较好一点，就是跟大家可以相处的比较愉快啊。我可以理解成直男性格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一种他只想把自己想说的话给说完，他其实没有太在意别人回应什么，反正我是对的嘛。对，你就是要听我就这么真哦。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说不能这样下去？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去改原本的性格这件事情，我真正价值观改变是在那个我去学 NLP 以后。NLP 它是有分4个阶段的课程，学完前2个阶段就是专业执行师跟高级执行师。那时候我本来去学课程是为了
增进自己的沟通能力。如果可以再增加一些业务能力也不错，这样。只是学了以后才发现，它是一个你学会去理解自己个性，去理解自己念头到底怎么产生的，然后怎么去改自己的念头，包括你怎么去理解别人的心理的变化。这样，我是在学完那一些，我才开始意识到说，原来我以前的一些行为会伤到我老婆。因为学 DISC 顶多是知道我跟你就是理性跟感性的不同，那至少我可以做到的是，就是那我们不要在卡不过去的点一直硬卡，我们至少先接纳而已。可是，在学了 NLP 之后，会比较像是说，我开始知道，我以前在回我老婆话的时候，我的眼神是这样。我就算讲再好听的话都没用，因为肢体语言传递的资讯已经够多了嘛。再者是重新再思考完我的人生价值观要怎么放。跟我老婆相处，结婚到现在已经10年，加上交往等于12年的时间。其实她陪我经历过，我一开始就是收入很普，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经济状况还不错，然后后来又有一些起伏，然后现在又慢慢回稳。这样，我觉得她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完全没变的。她的那一个陪伴我，一直支持我的这一个经历。是让我可能产生我真的想要为了他的快乐去做一点什么，而不是用以前可能我觉得现实生活可以满足你，不用担心钱，好像这样就很好。可是后来不是啊，因为我们也有经历过那种当收入都可以把每个月的开销一定都付掉，你可以自然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也经历过那种时期是有点无聊的，就是没目标。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两个人一定还是要找到有想要专注的事情，在我们彼此陪伴去找说，那你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才开始去了解他，更了解他其实想要什么。因为以前的我，可能我会直接想要塞我认为的好给他就好了。我有做到这样，你就不要再来说我不是个好老公之类的。后来我觉得是经历过起伏的那一段，慢慢的就开始会想要更了解他。所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变化，就是以前我回到家是都忙公司啊，我后来回到家我都问他说你今天过得好吗？对，因为以前是我们根本不想要听他跟我讲一整天的琐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有时候女生在聊她一天的事情的时候，她那个细节会多到我们不容易消化。这个大概就是我跟我妈聊天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年龄，然后跟你经历有关系。我可能在年轻一点点的时候，有时候难得回家嘛，你回家妈妈就会把这一阵子呢累积的事情呢，哇细数哦，从头到尾跟你讲她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我谁家又怎么样哦怎样，然后你就会很不耐烦跟她讲，那干我屁事。我现在想休息，你不要跟我讲这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跟经验增加之后呢，其实你说妈妈有没有变？没有。她虽然知道你不想听这个，可是她就是会忍不住。她其实是在跟你分享她的生活，她其实也不是在想把他们的事情讲给你听，只是她除了这些之外，她可能也现在目前想不到要跟你讲什么。像她现在在讲的时候，基本上我就会假装在听，可是其实我在看着她在听的时候，其实我脑中都在想我等下吃什么。跟这样子的人相处，然后又不影响你的情形之下的最好的一个平衡点。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蛮有趣的，就是包含你去上的这些课程，跟我们之前聊过我们去上的一些课程，从来都不是改变我们自己。我原本还是我啊，我本来还是这么直啊，只不过我找到了另外一个方式是，我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可以从 A 变成 B，然后跟适合 B 的人去相处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我原本 A 的模式，好像对每个人都是 A 的模式，就搞到撞到自己满身伤。为什么鼓励大家多去上课，多去接触这些东西？其实某个程度不是在告诉你要改变你自己，而是你不会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你应该可以学习更多种方式去面对生活，或者是工作上，甚至是爱情上大大小小的这一些问题。跟某种程度是创造无限可能的，就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改变。我只能改变，不是说真正改变你自己，而是你会用一种新的方式跟人家做相处。你知道有款游戏叫 Persona 吗？ Persona 就是人格面具嘛，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获得不同的人格面具，你就可以跟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改变这个词本身好像是否定原本的行为，像你刚提的人格面具啊，刚好之前也跟朋友有聊过这件事。他去参加不同的商务场的时候，他都会说我是穿上面具或者是穿上戏服去的。我那时候在跟他讨论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讲有造成一些心理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他用的词本身也是贬义词，因为面具就不是做自己的。所以我后来反而也蛮喜欢蔡康永的一个说法，他说其实都是自己，只是不同生存方式而已。它很像是一个模式，所以我后来感觉反而是说每一
一个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它其实是人界定的。那我们真正重点不是要去判断它是好与坏，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要找到它适合用的时机点而已。这个其实还是在一个信念之间，就是你意识到你可以变出一个不同的相处模式的时候，你愿意尝试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愿意尝试了，你会发现，我换一个方式跟你相处的时候，那个相处是变得更轻松了。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套回到我们今天聊的直男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来讲，没有所谓天生下来就一定是直男，而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经历过直男这个阶段。那有可能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她可能同时遇到一个直男跟一个暖男，这只是代表这个直男比较没有经验而已。哦，这个说法也蛮客观的哦。只是他的经验没有这个人多，这个人可能碰太多了，所以他知道其实不用这样子的。我反而这样子，你可能更喜欢我。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子吗？谁知道？我不会讲不是，我只会讲谁知道。你都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的。就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女朋友跟我讲说，她说你啊，就是完全都不罗曼蒂克，你也不体贴。她跟我讲啊，我朋友啊，她男朋友，他只要每次下车坐计程车嘛，他从另外一头跑过来干嘛？帮他护头。我说妈的，那个总统哦。还要护头，可是他就觉得哇，人家男朋友都这样子，很浪漫。隔没多久，有一次他在跟我讲，那个男生好像跟那女生分开了。我说他不是会护头，这么浪漫，为什么会分开？然后他说他男生在外面对每个女生都这样啊。后来我发现那只是一个他觉得如果变相这样子的暖男的模式，可能女生更好上钩而已。奉劝前面的女生们，不要以为那个男生很暖，你就真的觉得他很好。那我其实认为说，现在的女生呢，其实蛮在意情绪价值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女生以前的收入可能比男生少，所以可能会有大男人主义的这个状况。那这几年，比如说平权嘛，或女性的主义的兴起，那其某种程度可以理解是说，女生的收入也渐渐的比男生更多。当我是收入高的那个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希望你呵护我，换个角度来去思考。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也知道你在骗我，就是他们也不笨，他们也知道你是渣男。你就是骗我，但是我就愿意跟你相处，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不太需要再透过另外一半给我金钱上的支持，而我只是要一种所谓心灵上的一个依偎在。那你看，你如果今天找个直男，不用说心灵上依偎，你应该只有吵架的氛围，就回到家就跟他吵架嘛。那你觉得好？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群观众朋友是直男，如果我们可以给他一些人生攻略，让他开始慢慢摆脱直男，觉得有哪一些东西是应该要做的？我觉得你先撇开你的个性如何，或你收入怎么样子，你要先做一件事情，先把你的外形打理好。很现实嘛，就是你必须要打理到你要把你自己打理到一个，就是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我靠，你们鼻毛冲出来这样子，我光看跟你聊天时，我就一直看着你的鼻毛，然后我怎么跟你聊天下去？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外形先打理好，这是最基本的，就是打理好自己。你会发现在我们早期的时候，其实也很少听到什么叫直男暖男这个名称。的确。可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蛮认同刚刚小欧你讲的，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女生在意你贴不贴心、你暖不暖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她也不需要你金钱上的资助了，老娘比你还更有能力都不一定。以现在的社会整体的运作来讲，我觉得女生要赚钱比男生快的，没有人想跟直男谈恋爱的嘛。大家都会想要跟一个贴心的暖男谈恋爱。所以即便我们都知道，其实暖男大部分都等同渣男，可是大部分女生还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嘛。可以这样，他们心里会默许这件事情。对啊，那我还是要问一下Jaco，那你刚刚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观众？刚刚这样听完啊，我真的觉得我好像还是偏直男的思考。如果真的要给他们建议，第一个就是不要去做太多舔狗的行为。自己后来的感觉是，我老婆之所以说我变得比较温暖一点，并不是我会为她做很多事，而是我比较多时候会去关照她的心情。就像我老婆，她后来跑去学那个居家整理，她那个其实很累，对不对？我会说，如果你学这个到后来要透过她赚钱，是你就要去人家家里整理。可是我不太喜欢，应该说我不太希望我老婆后来如果是想要增加收入，她做这个我觉得有点累。但是我那时候问她说，你是会想要做这个原因是什么？她说因为她整理起来她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只要想要追这个画面，你就去，我支持你。其实我并不是会为了她多做了很多她应该要做的事，只是我心里是很支持她去追求她心里想要追求的那一个画面。应该她想要做什么你都支持。对，我觉得是她的那一个画面我会支持。后来的感觉，一段关系
有其中一方太过于示好，尤其在一开头的话，他后面会很难熬。只要我们可以多去关照别人的心情跟情绪价值，不要把事情看得比心情更重要就好了，并不是事情不重要，只是那是处理的先后顺序而已。可以衍生出一个东西，到底我们在做事，到底是处理事情比较重要，还是处理心情情绪比较重要？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我后来发现啊，只要跟谈的是公事好了，在家里它本身一定是结果比心情来的更重要的。对，因为它是有风险跟成本在里面的。可是我后来的感觉是，只要是在这以外的，其他都是小事情。做事情，尤其是在生意面上的话，它其实是不需要有心情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什么比接下来怎么办来的更重要。没有什么心情能够抵挡这一些，反倒是可能就回到家庭或者是平常交友圈，建立情感这件事情，有可能心情好，事情就好了。因为很多时候的讨论其实也不是为了解决，他们自己心里都有方法。这也是很奇妙的啊。有时候女生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也蛮不能理解的。比如说最常一件事情就是等一下吃什么，她就会跟你讲随便啊，然后你跟她讲什么就不要。妈，你明明都知道要吃什么，你就想吃那东西，你为什么不讲？不要这样子。街口他也发生过类似的状况，真的吗？哦，那次的经验就是朋友约说要看电影，我就说哦好，然后他说要看哪一部，我说随便。接下来他就总共讲了4部还5部。我都回他说我都看完了，然后到最后只剩1部我还没看过。他说干，你要不要一开始就说你要看这一部就好了？你根本就是娘们嘛！我跟你分享一个，你知道我有史以来看过最多次的电影是看《不可能任务2》，我总共看了8次，在电影院，因为跟不同女生看。我刚刚想说那是因为跟不同女生看吧，因为每个人都说哎，那不然约会要干嘛？就看电影啊。然后他就说要看什么，我就说你决定啊。那我看《不可能任务2》，我就好，这时候能干嘛保持你清醒？就是搂一下啊，玩个手指头啊。然后就觉得哇，你看电影，跟你看电影好浪漫哦。殊不知老子看了吧，看到下一句台词要讲什么我都知道了。那有一小段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你从原本的开始的过程是因为你想要增进业务技巧，所以你是从学了 DISC， 然后后来去学了 NLP 嘛，只是不知不觉当中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现说找到了一个跟老婆之前一直争执的一个原因点在，可以帮我聊聊这个东西的细节跟这个过程吗？我觉得以前在学沟通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当我懂了什么东西，我就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所以是以这样的思考为出发点嘛。但是在学 NLP 以后，是它会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影响一个人的就是他的价值观，价值观几乎是无法改变的。有些人他会因为不同的情况去改变他价值观的排列，那是暂时。当时间线拉长的时候，他原本固有的不管是人生观、价值观、家庭观也好，还是会成为他行事作风的一个依据。那也在理解这一些之后，慢慢的先学会去了解到底我老婆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以前可能我会比较多是重视是我的价值观，以我自己认知到的，有些时候是结了婚以后，女生是入我们家，那就有点像是你入我们家就变成是我们家族的文化嘛，那你会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就会以这个家的系统为主。可是实际上是结了婚以后，她只是嫁给我，她有没有认为她是我们家的人，这是2件事。第二个是对她而言怎样才是快乐的，这是第2个探讨了。以前我也曾经会觉得说，你如果嫁来我家，你要把我妈妈当成是自己的妈妈看，这就是比较直男的想法嘛，我不知道。可是我可能心里的想法是，我也会把你妈妈当成是我妈妈看。所以我希望这2件事是可以平等的。可是后来聊起来的感觉是说，我们不是在对方的家里长大的，我们跟对方的妈妈没有相处的时间那么久，所以因为结了婚以后，真的有办法让对方就真的变成是我自己的亲生妈妈吗？我做不到，可能对他来讲也不行。所以因此越来越理解价值观对人的影响，还有就是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以后，我跟我老婆的沟通，我就慢慢只变得我想要先了解她，而不想要改变她。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跟她的沟通跟对话，我都会想要知道的是她是怎么想，她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她为什么会打算要这样做，即便那个做法我不喜欢。理解她以后，我也都先告诉我自己，先不要想办法去跟他沟通协调，因为我觉得我先接受现在的他比较重要。后来的改变是比较循序渐进的。第一段我先学会听他
讲，了解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可是第二段是我学会在行为上慢慢的变得更和缓。我如果情绪够平和，我才展开沟通。可是如果我发现我自己也不对劲，那当下我跟他都会选择不要聊。所以我觉得第二阶段比较像是不要让两个人去累积不好的沟通经验。以前是不好的沟通经验发生了，硬聊，然后硬沟通下去就吵，当下都没办法踩刹车。可是到后来就会比较有意识的去，只要发现不太对劲，两个人就不要讨论。但是到最后是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已经变成是说，我们只要可以去支撑对方心里真正想要追求的那一个人生境界也好，或者他有一个想要追求的自我认同也好，我觉得只要支持这一点就够了，其他真的是小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他会给我一种暖心的评价，因为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是认为我还是以前的我。你只是把框架变大啦。对啊，对我觉得我还是那个样子。那只是差别是关系的建立啊，它有一段是心理学教不到的。心理学它可以教到很多，他人会怎样想，我们怎样的行为可以让他的反应可以再软化一点。可是我觉得他有一段是教不到的，就是你如何去表现你对这个人的用心。我老婆知道我以前的个性就很冲嘛，对不对？所以当她发现我可能半年、1年、2年一直改变我自己跟她沟通的方式，她以前不喜欢的那个样子，我自己把它修掉了。透过改变去表达我很重视她的感受的时候，慢慢的她也变得很好讲话了。可是这个并不是我想要去改变她变得好讲话我才这样做，而是我单纯是我真的觉得两个人结婚希望是走一辈子嘛。如果是要走一辈子的话，我也希望至少我不要那么坚持自己原本的模式，至少可以让你多一点开心是好的。所以我往这个方向推进了，推到后来慢慢的他也改变了。我们确实没办法去改变一个人，可是我们有可能去影响一个人，只是不是本意是为了从这一点开始，只是我真的把你放心上，这样比较明显的转捩点会是在刚刚这一个想法，真的把它放心上。其实就像在跳一个探戈一样，我进一步他得退一步，进一步我也得退一步，而不是我永远只想往前走，我完全没有想退。其实一个好的沟通其实就是把这场舞跳好，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舞。再来一个是我觉得像刚刚家购讲的，就是到人生这几年就是体悟比较深的问题，就是真的世界上有对跟错这件事情吗？像我的主张只要聊到对错这件事情，我通常只会说，现在对于我个人来讲，只要没有犯法的都叫对。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你得把我妈妈当成你妈妈看嘛，那你不当她有犯法吗？没有，他就没有对跟错的问题了，那就是大家想不想要跟愿不愿意而已。那你不能说他不愿意你就讲他不对了，不愿意跟不对是两件事情。是，所以我后来发现，当我的处事价值观变到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哇，轻轻松松。今天只要做这件事情，他只要没有法律上的问题，大家只不过都用道德感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活得这么累。我看太多身边的朋友活得很累，怎么说？大家的累其实都是只想争对跟错，可是真的有这么多对跟错的问题吗？其实根本都没有。人生应该是来体验怎么让我的人生更美好，让我的人生怎么样更自在，而不是一直每天在纠结这一些事情上。回到刚刚讲的东西，就是说你不可能一次就会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有效的。假设是以观众的角度来说，你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建议他们先尝试的？我觉得像 King 刚刚讲的那一个观点啊，也是我自己现在蛮喜欢的，就是说不要用对错好坏的框架去看这个世界，尤其理性脑会比较喜欢从有效率怎样做才是更好的，会从这样的视角去看。可是其实这个都不利于两个人在沟通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是想要跟身边的人关系可以处得更好，与其讨论好坏或对错，倒不如去理解对方为什么想要这样做。他如果打算要这样做，他也做好承担这个选择的好与坏的准备了，其实我们就支持就好了。这样的思考会让我们的沟通变得非常有弹性。第二点才会是在我们提前去想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家庭沟通里面，不管是爸妈或是另外一半，它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用反应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思考过后的论述去想想看这件事我要怎么做。因为家人太近了，他只要一个眼神不对我就直接冲了。之所以后来跟我妈妈也好，跟我老婆也好，两个人的互动关系
西都可以有一些变化，是我重新思考我跟他的后续的几十年，跟我妈妈后续的相处的这几十年，如果我要先选最重要的事情出来，那会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真的有去思考过，对我妈来讲，不管她聊的东西跟我的人生到底有多少是 match 的，其实我不管这件事，我就只在乎她还活着的时候让她开心一点。对，没错。对，那如果这件事重要性已经拉出来是确定的，我觉得其他的相处，我们大脑自然就会找一些方式去应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只要大家也愿意去想透，就是他们需要的快乐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一个是只要有去想清楚，很多沟通策略也会改变。有点像我也曾经以为，就是只要可以让我妈妈不用工作，过退休生活就会快乐。结果等到我真的叫他退休了，他不要，他说啊，现在没事做，你要我干嘛？就是他反而心里没一个寄托嘛。而且我有一次就跟他聊，我说妈，那你到底做什么才是开心的？他就说其实你都不懂我，我现在吃也吃不多，你要我出国我也没力气出去。我妈退休的时候，我还很记得第一次退休的时候，我那时候一开始觉得很好啊，退休在家里享清福啊。后来才发现不到1个礼拜，我开始觉得我开不耐烦了。他已经没有在工作了，所以他所有重心都在你身上，所以他一天到晚就打电话问你要不要回来吃饭，要不要回来吃饭，晚上要煮饭，你要不要回来吃饭？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要吃什么自己在外面解决。我这时候就觉得干好烦哦，我每天好像就是只是为了要回家吃饭，你不回家吃饭他又不开心，他就觉得我现在只剩这样子的功能，然后你也不回来吃饭，那我怎么办？所以最后我还是鼓励他去上班好了，所以他又2度再重回职场上去上班，反倒他又开心了。简单做个收尾 ，Jaco 他确实念了这个 NLP 之后，对你跟朋友的相处或对家人的相处获得一个全新的改变，而那个改变是打从你自己心里面开始做变化的，你获得一种新的跟他们相处的一种方式在。那我也知道说你自己本身也有在开立相关的一些分享的东西，我们再放在节目资讯栏，就是有兴趣的话，他们再跟你做接洽跟联络。人生的道路其实没有这么难走，多多学习一些技能，怎么去应付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人会说那很学术性，是不是我不太适合？没有，念书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念书其实最后是发展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又学到一个新的词，不要讲改变别人了，就我们讲我们来发展自己好了。我们来发展自己这样子。对。那如果说观众有兴趣的话，到时候你可以再跟我们的Jaco联络，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亲身经历，透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然后发展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在。观众如果对这一集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任何的想法的话，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处留言一个让我们知道。那如果说一样不好意思的话，那麻烦你去 IG 私讯我们 What the fuck life， 看面对人生抉择是勇气啦。那我们就下集见，拜拜，拜拜。